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山东的特色美食喜饼，就像面包一样暄软的大饼，但是这个饼不放水，它是用鸡蛋和花生油来和面，所以这道饼的味道还是挺独特的。我们这边的婚宴经常会吃这个饼，那山东的朋友们可以在留言区给没吃过的朋友介绍一下，它真的非常好吃。那做喜饼一般是不放水的，只用鸡蛋和花生油来和面，但是鸡蛋有大有小，为了给到大家一个更准确的配料，我们先准备出来500克的蛋液，然后用这500克的蛋液看看适合加多少的面粉，这样别管是大鸡蛋还是小鸡蛋都是500克，方便大家来操作。准备好蛋液之后，在900克的高筋面粉里加入9克的酵母粉，用中筋粉也行，但是高筋粉我觉得做出来会更好一点。简单的搅拌一下之后，再加入100克的白砂糖，然后把500克的蛋液全部倒进去。视频里看着是剩了1个鸡蛋，是因为老爷子做的时候需要试一下面团的手感，但是上面给到大家的配料已经是尝试过之后准确的了，所以大家在做的时候就不用试了，直接把500克的蛋液都倒进去就行。那把材料先搅拌成絮状之后，最后加入80克的花生油。揉面倒是挺简单的啊，就像做馒头一样，把面团揉光滑就行了。但是材料比较多，揉起来挺累的。如果家里有和面机的话，会方便一些。我记得很久之前啊，也分享过一期做喜饼的视频，但是害怕很多外省的朋友吃不习惯，毕竟花生油的味道还是挺重的，所以就把花生油改成了黄油。如果想吃喜饼，但又吃不上来花生油的味道，可以看一下之前那期用黄油来做喜饼的视频。不过我们这边啊吃花生油比较多，所以做喜饼正宗的也是放花生油。那揉面的时候得稍微用点力气，现在天气比较热，不能揉得太慢。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之后，放回到和面盆中盖起来，直接醒发了。面团也不需要醒发的太大，就醒发到5-6分，就是体积膨胀50%到60%。取出醒发好的面团，分成11个面剂子。如果是家里特别热，就把面盆放在冰箱的保鲜层，低温醒发，不然做出来的喜饼口感会差一些。那分成面剂子之后，再把每个小的面剂子揉一下，擀成饼状，就可以2次醒发了。2次醒发好了之后啊，都是用电饼铛来烙的，但是家用的电饼铛太浅了，平时烙点锅贴油饼是没有问题。喜饼属于那种很暄软的口感，和面包一样。刚开始也给大家展示了啊，这种饼很厚，一般的情况下都是用3厘米以上的电饼铛来做，但是家用的电饼铛很少有3厘米以上的，所以今天就分享怎样用烤箱来做喜饼。那这些材料一共是可以做11个。那饼做好之后放在烤盘上，解决的办法就是准备一些牛皮纸做的纸圈，直径是13厘米，高3厘米的，和饼差不多大小，每个饼的外面套一个。可以买一些烘焙用的牛皮纸，裁剪一下，用订书机钉起来，或者是平时家里有人过生日，用来装生日蛋糕的盒子，裁剪一下也可以用。不过有的纸盒子外面是镀了一层塑料膜的，镀膜的就不行了。那套上纸圈之后，再盖上一张烘焙用的纸，就可以送入烤箱2次醒发了。烤箱有加湿醒发功能的会方便一些，没有的话就在烤箱里放一盘温水辅助一下。那像这种就是很深的电饼铛了，我觉着很少有人在家里会买这种。醒发到和纸圈差不多大小，就可以取出来烤箱升温了。烤的时候上面再压一个盘子，这样不就相当于和电饼铛的原理一样了。那烤箱的温度设定是以80升的烤箱为例，把上火预热到200度，下火180度，放在烤箱的中层烤30分钟左右。较小的烤箱实际温度受热会更高，建议烤箱每小时升温度降低5度。那到这里，一款非常暄软的山东大喜饼就做好了。外面的这个纸不要扔掉，可以重复利用。放凉了之后，赶快用袋子装起来，可以放在冰箱的保鲜层储存。想吃的时候直接拿出来吃，不需要加热。这个饼就是放凉了才好吃的。山东的朋友可以给外省的朋友介绍一下，它真的非常好吃。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可以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